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0号，星期天啊。现在是欧洲的时间上午10点啊。那么今天呢，它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这个太阳不是很强，所以呢，上午就出门了啊。如果是正常的啊，就一大早它就是太阳的这种天气啊，那是出不了门的啊，就基本上白天，要不你就在这个室内啊，要不你就干不了什么事啊。这个也是我一直，就过去我刚开始我很喜欢全是阳光啊，但待了一阵子以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子也不行啊，因为好像白天就你干不了什么事啊，所以可能啊，这个就是这个天气的一个问题啊。但今天就很舒服了，对吧？所以海边的这个人也会就多一点啊，就一大早就有人出来逛逛什么的啊。那我今天呢，先这个回答网友一些问题啊，然后再和大家聊一聊啊。我看有个网友啊，他给我留言啊，他说：“梁哥，请问非盈利想租单间，什么渠道找比较好？现在房子很难租。”这个网友可能他比较急啊，所以我就先回答他一下啊。平时呢我也会看这些留言的啊，就除了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留言啊，我也就不回了啊。基本网友问我的问题，我都会找机会回答一下。确实，这个西班牙现在租房是很难的啊。尤其是当你不能提供收入证明啊，这个收入证明呢，就是你在西班牙要有工作，要有交税的记录啊。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那就是很难租。所以呢，就是你在巴塞罗那，在那个马德里，就是留学生啊，他说我留学过来的，我没有这个收入证明，这很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也很难租，所以留学生一般都很难租到单间，就是整个的房子，他只能租单间，就跟人家合租啊。那么合租呢，它是有几个渠道的，其他国家的人啊，可能就是像什么 Facebook 上面，它会有这种 group 啊，就是这种群组，那它有些就是会有这种合租啊，你可以跟人家去沟通。当然了，这个需要一定的语言的能力，对吧？还有就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啊。那如果说就是你跟其他国家的人这个沟通的方式上啊，或者语言上不是很顺畅的话呢，那当然是不推荐的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个优点是吧？就首先，你也可以和其他的人啊，就有更多的交流啊。然后呢，就是你也了解，更多的不同的地域的人的生活的习惯，对吧？或者一些想法，就是便于沟通。那么如果说，你想租中国人的房子呢，那么你肯定是在这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吧？那一般呢，就是在微信啊，就是 WeChat 啊，WeChat 上面也是有一些各地有各地的群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小红书啊，上面也会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房子给放出来。那么这个上面啊，它的问题在于哪儿呢？首先啊，就是要小心骗子啊，就是这种群里面啊，很多乱七八糟的骗子，这个很多啊。里面呢有很多二房东，就是这个房子本身不属于他，然后呢他把这个房子租下来以后再租给别人。那么他的这个房子呢，就有可能什么这种床垫还有卫生的工作做得很差，有很多我看到他们这种家具什么这个都不卫生啊，都是在这种垃圾桶里面捡的一些别人这种不要的东西啊，然后他给他去租啊。那这种的话呢，有些人因为他刚来，他也没有办法，对吧？所以他就会去租。那么这个很容易造成纠纷的啊，就是大家后来都不爽了，对吧？这种事情很多。那么这种单间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要求啊，他会跟你说，
你不能吸烟啊，你不能带狗带猫养宠物啊，你不能有小孩或者你不能有男女朋友啊，反正有一大堆的这种要求啊，这个都是就是你必须得符合。那么到了就是后面也是的，会有很多的纠纷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一面啊。当然了，好的一方面就是它当然就是只要你付钱就行，对吧？就你有没有什么收入证明啊，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啊。如果你这些都能够接受啊，就是你对这个住宿的环境啊要求啊，你真的也没有什么要求，那么你只需要再注意一点就行了啊，就是这个住家证明啊，因为我们所有就是要获得各种居留的人都要知道啊，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住家证明，你才可以在西班牙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就尤其是政府。那这个住家证明呢，如果是这种单间的这种合租的这种房子呢，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因为政府也是有一定规定的，就是你这个房子里面一共有几间啊，然后你这个一间房里面能住多少人啊，或者这个原先这个房子里面各种有的人住家证明人不在了，但是很多人就挤在这个里面啊，或者说这个当中有一些非法的这种交易啊，就是这个住家证明肯定很混乱。那如果这个里面有一个住家证明是有问题或者很混乱的话呢，那么会对你未来你去申请居留啊会有大的麻烦的。那么到时候你可能就要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啊。那如果这个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尽量还是就是找那个比较靠谱的这种人，然后呢跟他去租，然后呢就把这些问题给讲清楚，对吧？一个是住家证明这个问题，一个就是房子的家具的一些问题啊。有的如果我觉得自己花点钱就是购置点家具，这也是可以的其他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了。当然我自己还是建议就是你最好还是这个通过就是中介去找一个整套的房子这个是最省心的，因为我觉得你会有很多的纠纷和很多的问题存在我经常看到这种案例，就是互相吵来吵去为这种事情，然后呢最后大家都犯了一些法，对吧？比如说租房子的人他可能逃税或者说各种问题然后去住客呢也有很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就你到后面就是什么，就是大家两败俱伤就是大家就是搞得非常不愉快，然后每个人都最后都对大家是不利的那么如果你去和外国人合租房呢，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之前谈好的条款，那你必须得遵守因为外国人他的协议里面会跟你写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你之前答应的一些问题，然后你没有做到，他随时有可能就会拿这个协议过来，你就得离开，你就得搬走那如果你不搬走，就是你必须得搬走，并且这个押金什么就不会给你了这个是一个你要很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没有什么扯皮的空间的这个是一个租房的问题。那么还有人说他说你这个已经到了西班牙了，你怎么还去看 A 股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我觉得对中国呢尤其是中国人自己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些还是会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吗？这个是很正常的，在互联网上但并且呢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或者自己是比较公平的看待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国家有历史，有政治，有文化，有语言，有美食，有太多太多东西了，对吧？
我觉得呢，我看到很多人啊，他在政治上他会有很大的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他就会把这些想法呢延伸到很多其他的空间去啊。你就说投资的这件事情，其实过去几十年，投资中国的公司啊，外国人有多少，对吧？啊，这个太多了啊。那如果说很多外国人，就像我在这里啊，前2天这个视频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学中文啊，他跟你打招呼。就我在这个小镇上，你碰到过很多次了。如果有很多外国人啊，他都愿意去学你这个中文啊，跟你打招呼，或者说他学这个语言感兴趣，对吧？那我觉得我们作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就是总是要去啊贬低所有的一切啊？我觉得这种本身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想法啊。中国的股市啊，就是确实我觉得呢是比较难做的啊，就比较难以赚钱的。但是这个市场只要它存在着波动，对吧？或者说现在你看它就是在涨，这个就是事实，你买了你就是赚到钱了，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多说的，对吧？或者说啊，就是难道这当中之前包括我自己，我也在上面赚了钱，对吧？但我会去也要去就是非常极端的去说嘛？我觉得没有道理啊。就哪一个市场可以盈利啊，你当然会去讲这个市场，对吧？这个不是正确跟错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你对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的问题啊。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他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政府会去救市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意思说这个股市有政府的支持啊，这个我是比较不认可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股市它其实就是资本的一个行为啊，就是之前有人埋伏好了啊，然后现在就市场涨了，它就会卖出，其他的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啊，并不是说这个股市的涨跌就完全跟政府有这个关系啊。我觉得作为政府，他有能力说我可以关闭这个股市，我可以毁掉这个股市，这个是他有这个能力，对吧？他说明天大家不去炒股了啊，那这个股市要关掉，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没问题，对吧？就像你说中国足球队，他说我明天不允许搞足球比赛了，咱们不搞了，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说啊，这个股市，他要把它成为什么世界上最强的股市，他要这个股市一下子炒起来，让所有人都赚到钱，这个不可能。对不对？就像你这个中国男足，你说我搞个足球队，我要成为世界第一，可能吗？这个就不是他能够操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的行为啊。当然，很多人因为他不是投资者，他只是随便的，就是评论，对吧？就像我认识很多人啊，大家要茶余饭后，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地方，大家在里面喝茶呀，或者说抽烟呐之类的啊，那大家没事啊，今天哪个地铁妈的坏了啊，在那聊一聊，这个地铁坏了，明天这个股市跌了，哎呀股市跌了，对不对？每个人都要装作自己很懂的样子，说啊他妈的这股市不能炒啊，这股市跌了，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想的这个结果肯定是会不一样的啊。之前呢，还有个网友啊，他也说，他说这个梁哥说有底子的人还觉得消费高，是哪个级别的底子啊？想参考一下。还有呢，他们走了是回去了还是换了国家啊？那我说的这个有底子呢，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有几百万美元的资产的啊，那现金应该也是至少有几百万这个人民币的现金的啊，这样的一种人权。那么基本上，其实你现在能在海外移民的，对吧？你要不就是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啊，要不就是你这个在就是1、2线城市，就1线城市吧，就是北上广深啊，有几套房的这些人。那我说的这个，他们觉得这个消费高，
不是说这个物价有多贵承受不起，对吧？那我说，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这个，上次我说这个我的 iPad Pro 啊要换一个那个接头，那这个接头呢就是在这儿啊，你找一个小店，你去换一下呢，他收你200欧元啊，那200欧元差不多接近就人民币2000左右了，是吧？那如果说你要是在那个像中国的那个什么深圳，反正这种换，它是400人民币啊。那像这个东西的话，就它这个价格差得很远，是吧？你说我硬要去换，我别说换，我买个新的也没问题。我后来就买了一个新的，对不对？可就是说这个换，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消费有点不值，对吧？还有比如你比如说按摩啊，按摩这边就是1小时啊，基本上是在那个100欧元左右啊。那这个100欧元，或者是这个60-70欧元吧，都有啊。那你差不多就得这个在中国的话，你差不多就是100人民币到200人民币之间，是吧？就是已经算比较可以的了。那这种就是，我反正对那些人来讲，对吧？你说他特别有钱，他有几十个亿的人，当然是无所谓，随便消费，是吧？但是你对大部分的啊，像这些，我觉得就是他们也不愿意消费了，对吧？啊，就觉得就不划算啊。那还有比如说你说出租车也是啊，就是你说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在中国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随便打车，对吧？你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搞那种网上约车啊，或者出租车都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是你到这里来，这个出租车啊，基本上就是起步啊，就是你差不多是在100元人民币左右啊，然后就很近的距离啊，基本上就很近的距离。然后稍微远一点的啊，就比如像这种机场这种的，基本上你就要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啊。所以这种消费，就是你说你当然可以说啊，你说我这个也不消费了，我也不去按摩了，那个我也不换了，那个反正就是说你原来的许多啊，你可能在中国啊，或者说你在亚洲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消费啊，还有就是像这种比如说纸巾啊，就是这种餐巾纸，对吧？啊，这些东西你在这个亚洲都不贵的啊，就是可能一大包啊，几十卷都很便宜，但是在这儿这东西就很贵啊，要翻好多倍。那就你不是说啊，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就有可能啊，就你这个觉得啊，这个也特别贵，那个也觉得啊，那个也特别贵，对吧？你可能就生活就压缩了啊，你就觉得，哎，我同样的，比如说我在国内我花个2万块啊，我过得很好了，哎，我到这边来2万块，只能过得一般般，对吧？啊，想要过得更好一点，可能得花5万，得花10万啊。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我说的那个状态，对吧？那当然了，就是有些人是回国了啊，我其实也挺佩服那些人的，因为他们当机立断啊，他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啊，我花那么多钱干嘛呢？他就回去了啊。我觉得这些人呢都是比较当机立断的，很有决心啊。那么有些人也换国家了啊，我就有认识人，他们又去了什么马来西亚呀什么的啊，因为马来西亚那边房子很便宜，对吧？住宿的条件也好，那吃的东西选择啊也很多。那么本来呢，他们就是给小孩呢上一个国际学校，那么他在这边上一个国际学校，跟在马来西亚上个国际学校都是国际学校，对吧？其实区别也不是特别的大，对你学英语啊什么东西来讲，对吧？但事实上啊，如果你事实上你比如说你在西班牙，你去说我上个国际学校，然后我学了英语，你说我要到处跟人交流，这边也是讲西班牙语的，他也不讲英语，是吧？所以你这个其实你毕竟不是在美国啊，在那个英国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去马来西亚学一学啊，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他其他的生活，他觉得啊，我同样花这个钱，过得就生活质量要高很多啊。那我当时我也就跟他进行过一番交流的。我说，哎，我说你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你想离开呢？他说就是钱啊，就人家很直截了当，不说别的东西，对吧？就大家瞎扯，对吧？没有意义，人家就直截了当说就是钱。我觉得在这边钱我花了更多，我觉得不合适、不划算，对吧？但是我去那边，我同样的钱能产生更多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就像你说西班牙的物价，我在这边每个月花的钱，跟我如果去泰国每个月花的钱，当然是不一样的了。就肯定是在泰国可以获得更多过得更好这是肯定的，对吧？不然为什么这么多欧美这边的退休老人他也要跑到去泰国去消费呢？便宜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还有朋友他说梁哥他说你这个说一说这个你上次视频说西班牙这个人文你觉得挺好的他说你能不能聊一聊这个人文方面你觉得哪些比较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特别看重的几个点，首先是对动物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动物的。我从小因为可能我外婆我外公什么他们都养动物所以我从小对动物就是有感情我就喜欢动物。我看到那种外面的流浪猫流浪狗我就走不动路了，对吧？就是在我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我只要有能力的时候，我基本都会对动物这个东西我会比较感兴趣的我会去支持他们。我在海南的时候呢也住了几年那海南呢我看到专门有那个抓狗的那些人，他可能也是这种职业的他反正骑个摩托车，后面2个大笼子，每天抓不同的狗。我经常碰到那个人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怎么说呢，就那里他有这种吃狗肉的店，对吧？人家做这个生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吧？但是呢，你说我在海南有一次我的那个猫它跳楼逃走了。逃走了以后呢，我就问了这个整个小区好多人我一个个问都跟我说没看到，或者很敷衍，或者根本就不关心所以就这个让我很伤心就我觉得确实就是在欧洲，尤其在西班牙这里，他们对动物对猫狗他们的这种就是他们有法律就是你不能虐待动物你不能对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猫狗你不能把它给丢掉什么，反正它有这种法律就如果你就是违反这种法律你是要被罚款或者是要坐牢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对动物这里的流浪猫也反正马路上也不会有人去欺负它打它，对吧？反而很多人会给它吃的东西那么当然了，就是你现在在中国，你说你很多，我觉得有些城市也会有很多人但是这是个比例的问题。在这边我认为是全部的人或者说90%以上的人，可能在中国可能是比较少的一部分人，对吧？大部分的人还是我看到经常会有这种新闻，会有人跟什么爱猫爱狗保护人士跟这种那些人会产生这种行为争执，对吧？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对女人跟小孩就是在欧洲这边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对女性跟孩子的地位是放在比较前面的就比如说你去坐公交车你去坐地铁或者你在任何的公共设施哪怕你在超市去收银结账或者说你比如说去酒店吃个自助餐排队，对吧？这种往往一般就是看到前面有女士有孩子什么你都会先让她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就看到过好多次或者是就路上，比如说这条路很狭隘大家要一起面对面的走过去了，那如果说前面是女性，或者是什么推孩子的，或者是一个孩子基本我们都会侧身一让
这个其实是一个入乡随俗的一个习惯问题，就大家都会这么做的啊。这个不分什么啊，你有钱我没钱，或者说彼此的地位什么有高低，没有啊，这个就是一个女性跟男性，哪怕迎面而来的这个男的他很有钱，哪怕这个女的她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但他依然会给他让，就是让这个路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这点我就觉得很好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又不能当饭吃，对不对？啊，这个有什么很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啊。我以前就说过一个这样的问题的，就如果说哪怕我在一个地方我再能赚到钱，我再有钱，可是我一出门啊，就是各种很恶心的事情，或者各种就是这样那样的，我老要提防着，或者说就是总是会有不愉快，什么为这个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去争吵啊，对吧？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新闻吧啊，就是说什么因为一些什么推孩子的女性啊，或者说因为什么小孩在高铁上吵闹啊，飞机上吵闹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吵啊，还有很多这种有视频的。其实小孩吵闹或者说女性什么这种，其实是应该去让他们的啊，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我过去有一个朋友吧，他也是在国外留学了好多年，然后他就后来回到中国了，啊，他说这个，他觉得他很不习惯，他觉得大家就是没有人啊让他了。他说在什么欧洲啊，他说在麦当劳都会有男的会给他先拉个门啊，有男性的会先让他走啊，他觉得一回来大家都抢，他觉得有点不习惯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啊，就现在比过去还是要好了很多。过去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坐的是那种巨龙那种公交车啊，就有3节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就拼命的要吵啊，就是要抢，你不抢，你上都上不上去，然后你上去以后，他妈背后还有一堆人给你推，是吧？啊，现在起码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地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排队啊，就是说别插队什么啊。但是就是说关于是否会让女性或者老人或者孩子什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做的还是比欧洲要差啊，这个是真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呢对你一天就是心情还是有帮助的，对吧？因为可能比如说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概率可能啊一天有2次3次啊，但如果就你日积月累天天这样的加起来，这个也会占一定的时间，是吧？这个就是说让你的心情产生不愉快的一些事情啊。还有比如说我觉得这里的交通啊，它汽车看到人，你过人行道或者什么的啊，基本是车肯定会让你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我现在最不习惯的啊。虽然我已经来了很久了，但是呢，我每次看到车开过来，我心里面总是先一停，我一定要等那个车开走，我才会去过马路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可能就是长期来的一种保护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内的话，它这个车啊，基本它很少让行人，还要按喇叭，对吧？就有时候你过个马路，就是你基本上你要注意的啊，不然真的有可能人家会撞你啊。如果你不是走这个人行道，就是走人行道我也害怕，因为有时候我看他这个车速非常快，他没有让你的意思，对吧？但是在西班牙这边呢，基本上啊，我不能说就是我不能说这个一次也没有，对吧？太绝对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碰到过，我基本上走到外面都是车看到你啊，他就停下来了。那我呢，有时候还会，就是我不是说嘛，我会害怕，我会等待啊。我一等待，他反而觉得也很奇怪，你怎么不走呢？对不对？我还让着你啊，那我就会走。现在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都会这个，
我这个走啊，但是我就是还是有种条件反射型的啊，就会看到车我会先停下来，所以吧，我觉得这个啊是我觉得人文方面啊，我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啊，好吧，那就谢谢大家吧，今天先聊到这儿啊。